第二种连接方式我们称之为并联。比如有这样两个二端口网络，第一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是 G1 撇，第二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呢是 G2 撇。现在我们把它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分别并联起来，这样就得到一个新的复合二端口网络。我们现在要求这个复合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那在这种连接方式下，大家可以看到 U1 是等于 U1 撇也等于 U1 2撇的。在输出端口上也有类似的关系 ，U2 是等于 U2 1撇也等于 U2 2撇的，因为现在输入和输出端口采用的都是并联的方式。而电流关系呢，大家可以看到 I1 应该等于 I1 1撇加上 I1 2撇。I2 同样也是等于 I2 1撇加上 I2 2撇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I1 I2 就应该等于 G1 撇乘以 U1 1撇 U2 1撇加上 G2 撇乘以 U1 2撇乘以 U2 2撇。因为现在我们的 U1 和 U1 1撇 U1 2撇分别相等，而 U2 呢又等于 U2 2撇等于 U2 1撇，所以就等于 G1 撇加上 G2 撇，然后后面再乘以 U1 U2， 这个就是新的复合二端口的 G 参数，也就是说 G 是等于 G1 撇加上 G2 撇的。那么这是并联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应该满足的关系，但是这儿我们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当两个二端口网络并联的时候，它们的端口条件是有可能被破坏的，这个时候它们的 G 参数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成立，也就是说并联以后得到的新的复合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就不再等于参与并联的两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的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来看一下。比如这是第一个二端口网络，这是另一个二端口网络。现在我们把它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分别并联起来，得到一个新的复合二端口网络。端口电压和并联前一样，依然是10伏和5伏。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并联前后电路中各条支路上的电压电流关系，主要是要验证在并联后这两个二端口网络上面的端口条件是否被破坏。这个第一个二端口网络在并联前这条支路上的电流应该是1安，这个 2.5 欧两端的电压是5伏，所以电流应该是2安，而这个5欧姆两端的电压呢，就应该是10伏减5伏是5伏，所以电流应该是1安。好，所以现在这个端口上的电流就应该是2安，而根据端口条件，在没有并联之前，这条支路上的电流显然也应该是2安。那么这个地方的电流呢，流入的就应该是1安。通过对这一点做 KCL 是可以得到的。再来看下面这个二端口网络，这个 2.5 欧姆上面的电压，大家可以看到，这是10伏，这是5伏，因此对于整个回路来讲的话，它们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因此流过它们的电流应该分别是1安和1安。那么到这儿的呢，就也应该是1安，这个流过来的也应该是1安。所以在并联前，每个二端口网络的端口条件都是成立的。
好，现在我们看并联以后，这些端口上的电流有了什么变化？对于这个二端口网络来讲，在并联后，端口上面的电压没有变化，所以每一条支路上的电流呢，这个地方仍然是1安1安，而这儿是2安，因此这儿还是1安，这儿还是2安。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电流是否依然等于2安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并联以后，这个地方的 2.5 欧就被这条短路线给短路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相当于短路了。因此，这个 2.5 欧姆上面流过的电流就不再是1安，而应该是2安。那相应的这个地方也就应该是2安。而这个 2.5 欧上流过的电流显然应该是0，否则它就会产生压降，和这条短路线就不满足 kVL 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现在是0，而这个地方当然也应该是0。好，那么在整个这个端口上，它仍然应该是满足 kCL 的。所以的话，现在这条支路上流过的电流就不再是2安了，而应该是4安。那么同样的，由于这个地方是0，这儿流出的是2安，这儿流入的是1安，所以这儿流出的就应该是-1安，而不再是1安了。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并联以后，对于原来参与并联的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来讲，现在它的端口条件不再成立了，流入的不等于流出的，这儿也是流入的不等于流出的。而对于底下这个二端口网络来讲呢，同样如此，端口条件也不再成立。因此，并联以后，实际上对于分别的这样一个网络来讲，它们都不再是二端口。那当然，我们刚才得到的那样一个复合二端口和原来两个子二端口之间的关系 G 等于 G1 撇加上 G2 撇的关系就不再成立了。同学们回去可以自己求一下得到的新的这个复合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是什么样子，再看看它和原来这两个子二端口的 G 参数是否满足这个关系。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那到底什么情况下二端口网络并联才不会破坏它的端口条件呢？我们给出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如果两个二端口网络都有一个公共端，也就是说是一个3端网络扩展出来的二端口网络，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的公共端并联在一起，就不会破坏它们的端口条件。比如这样两个二端口网络，大家可以看到它们各自都有一个公共端。现在我们把它的公共端连在一起，而另外一个端钮连在一起，这样一种并联连接方式，我们可以保证它的端口条件不被破坏。因为在并联前后，这样两条短路线连在一起，并不改变电路中原来的拓扑关系。我们把这样一种连接方式呢，称为正规连接。所以请大家在以后利用二端口网络的并联求符合二端口的 G 参数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连接方式是否会对端口条件造成破坏。